其实每次聊起现在的演艺圈，总绕不开一个词：节奏。这圈子快得让人有时候连喘口气的功夫都觉得奢侈。新人一批批冒出来，热搜一天换好几茬，戏约像流水线上的订单，接得越多，似乎就越有安全感。可偏偏有这么一类人，在大家都往前赶，生怕被落下的时候，愿意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看手里的剧本到底值不值得接。谭健次大概就是这样的人，这几年好像很少再听到谁因为一年拍了7、8部戏而被真心实意的夸敬业了。大家反而更在意他演的那部戏到底有没有留下点什么。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像一阵风，吹过去的时候满屏都是名字，风一停，可能连痕迹都找不着。可演戏不一样，角色是刻在观众记忆里的。你敷衍了剧本，剧本也会反过来敷衍你。你糊弄了镜头，观众迟早会看出那份心不在焉。谭健次大概是早早看透了这一点，所以在接戏这件事上，他反而显出一种近乎固执的清醒。不是不接，而是不随便接；不是不想要热度，而是不愿意用消耗口碑的方式去换一时的热闹。宁缺毋滥这4个字说起来轻巧，落在现实里其实挺需要底气的。你想想，当同行都在连轴转，当团队催着要曝光，当市场用数据衡量一切的时候，能静下心来读完一个剧本，然后摇摇头说这个不太合适，是需要承担风险的。但他好像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。那些跟自身气质完全对不上，纯粹为了刷脸熟的资源，他会婉拒；那些情节单薄、人物扁平、演起来像走流程的剧本，他也会干脆放手。不是摆架子，也不是清高，而是知道演员的羽毛是一点点爱惜出来的。演砸一个角色，可能要用好多个好角色才能慢慢捂回来，可如果一开始就随便接，等观众对你失去期待，再想挽回就太难了。有时候等待比忙碌更磨人。但谭健次似乎把这种等待当成了一种沉淀，他不急着用数量证明自己，而是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能真正打动他的角色。好剧本从来不是等来的，是挑出来的。他会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段落里找人物的心跳，会在台词的留白处琢磨角色的呼吸。演戏这件事，说到底不是站在镜头前念词，而是把自己暂时交出去，活成另一个人。如果剧本本身就没有灵魂，演员再使劲，也像是往空杯子里倒水，倒得再多也装不满。所以他宁愿慢一点，等一个能让他真正进去的角色，哪怕那意味着要空出一段时间，哪怕那意味着要面对外界的疑问。可你如果仔细看他走过的路，会发现这种慢反而让他走得更远。他演过温润内敛的，也演过气场全开的，有过现代都市里带着烟火气的普通人，也有过古装剧里背负着沉重命运，眼神里藏着刀光的人。每一个角色都不像是重复，倒像是一次次重新认识自己。他不把自己框在某个标签里，也不急着迎合某种流行。观众看他演戏，很少会觉得又是他，反而常常会恍惚，这居然是同一个人。那种差异化的质感，不是靠造型或人设硬撑出来的，而是从表演细节里长出来的。一个眼神的转换，一句台词的停顿，甚至只是一个转身的力度，都能让人感觉到他在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前的瞬间。慢慢的，这种态度开始有了回响，不是那种瞬间引爆热搜的狂欢，而是一种更安静、更持久的认可。观众开始愿意等他的新戏，行业也开始把一些需要厚度、需要耐心的角色递到他面前。大家逐渐明白，他不是不想要机会，他只是在等真正能承载他心血的机会。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成的环境里，愿意用作品说话的人反而成了稀缺资源。流量可以买，热度可以炒，但观众心里的信任只能靠一步步戏慢慢攒。谭健次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，不抄近道，不绕弯子，就一步一步踩实了再往前走。其实想想，人这一生能坚持不将就的事本来就不多，尤其是在一个被各种声音裹挟的行业里，能守住自己的节奏，不被焦虑推着走，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能力。他不是没有压力，也不是不知道拒绝意味着什么，他只是更清楚，演员这条路拼的不是起跑时的爆发力，而是中途的耐力。跑得快的人未必能跑得远，但愿意调整呼吸、看清方向的人往往能走到最后。他的作品可能不会每一部都霸屏，但只要在镜头亮起的那一刻，他能让观众相信那个角色，他就已经赢了。未来的日子还长，戏路也会越来越宽。或许他还会遇到更多难啃的骨头，或许他依然会拒绝一些看似诱人的机会。但没关系，喜欢他作品的人大概早就习惯了这种节奏，不催不逼，就安静的等下一个好角色落地，等他在另一个故事里再次把自己打碎又重组。
演艺圈从来不缺热闹，缺的是愿意在热闹之外默默打磨作品的人。谭健次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喧嚣的路，但这条路上有他想要的踏实，也有观众能感受到的真诚，这就够了。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。其实每次看到那些铺天盖地的宣发，总会忍不住想，演员到底是在为谁演戏？是为数据、为资方，还是为坐在屏幕前愿意花2-3个小时陪一个故事走完的普通人？这个问题，他大概在心里问过自己很多次。他没有给出什么宏大的答案，只是用一次次选择给出了最朴素的回应。他不接无意义的剧本，不是因为傲慢，而是因为他知道每一个被拍下来的镜头，最终都会留在某个人的记忆里。你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个角色，又凭什么让观众相信？有时候拒绝比接受更需要勇气，尤其是在这个曝光及生命的圈子里，停下脚步几乎等于在逆流而上。可你看他并没有那种紧绷的对抗感，反而是一种温和的笃定。他不跟谁较劲，也不急于证明自己，只是 quietly 的把精力收回到自己可控的范围内。读剧本、查资料、跟导演聊人物动机，甚至为一个细节反复琢磨，这些听起来有些笨的功夫，他反而做得很踏实。因为真正的好表演，从来不是灵光一现的运气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积累。你骗不了镜头，也骗不了时间。镜头会放大你的敷衍，时间会稀释你的浮躁，但也会记住你的认真。观众其实很聪明，他们或许不会每天盯着数据看，但他们记得住那些真正打动过他们的瞬间。可能是某个雨夜里的一声叹息，可能是转身时眼角的微光，也可能是一句没说完的台词里藏着的千言万语。谭健次的表演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缝隙里。他不抢戏，不炫技，只是老老实实的把人物立住。你看着他，会觉得对，这个人就该是这样。这种对的感觉不是靠营销堆出来的，而是靠一遍遍打磨试出来的。他愿意花时间去等一个能让他说出对的剧本，也愿意在拿到剧本后花更多时间去把它变成对的表演。说起来，这年头能保持清醒的艺人真的不算多，不是大家不想清醒，而是环境太容易让人迷失。热搜在推，资本在催，同行在卷，稍微一松劲就怕被落下。可他好像早就看透了这种焦虑的无意义。他明白，演员的底气从来不是靠接戏的数量堆出来的，而是靠角色的质量一点点垒起来的。演10个流水线上的角色，不如演好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。前者可能让你在3个月里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，后者却可能让你在3年后依然被人提起时眼里有光。他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，慢就意味着要忍受空白期，少就意味着要面对质疑声。可你如果听过他聊起角色，就会明白，那些沉默的日子里，他并没有闲着。他在观察生活，在体验情绪，在把外界的声音过滤掉，只留下对表演最纯粹的热爱。演戏对他来说，不是打卡上班，而是一次次把自己交出去又找回来的过程。他需要空间去呼吸，需要时间去沉淀，需要剧本给他足够的信任，他才敢把最真实的一面剖开给镜头看。如果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那不如不演。其实，观众对演员的期待也在悄悄变化。以前大家可能更看重脸、看名气、看话题度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，他演得像不像？他有没有突破？他还能不能给我惊喜？这种变化恰恰是对他这种坚持的最好回应。大家不再满足于看过，而是想要记住；不再追求爽，而是渴望真。当他把每一次接戏都当成一次对话，当成一次自我探索，观众自然能感受到那份诚意。诚意这东西装不出来，也演不出来，只能靠时间慢慢熬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行业也会继续洗牌。或许会有新的流量崛起，或许会有新的玩法出现，但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。好剧本永远稀缺，好表演永远难得，好演员永远会被记住。他不需要去迎合什么趋势，只需要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挑能打动他的本子，也能让他投入的角色。不贪多，不求快，不将就，这就够了。至于结果，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。我们作为旁观者，能做的或许就是保持耐心，等他把下一个故事讲完，等他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再次让我们相信，演戏这件事依然值得认真对待。说到底，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，愿意慢下来的人反而显得珍贵。他的选择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宣言，只是一种朴素的职业习惯。他不接无意义的剧本，不是因为傲慢，而是因为敬畏。敬畏镜头，敬畏角色，敬畏那些愿意为他停留的观众。这份敬畏让他走得稳，也让他走得远。而我们只需要安静的看，安静的等，
安静地见证一个演员如何用时间写下自己的答案。